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说到 iPhone 手机续航，总是被大家诟病。有没有发现 iPhone 手机充满电后，前10%的电量很耐用，但是后面使用越多，耗电的速度也随之加快，50%之后直接滑坡，明显感觉掉电不是同一个速度。当 iPhone 使用时间久了，还会面临一天多充的现象。每当这时候，有没有人和 Jeffrey 一样怀念起曾经的手机可拆卸电池？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iPhone 实现可拆卸电池这事儿的可能性。大家知道，自从乔布斯在2007年发布的初代 iPhone 开始，苹果就已经率先采用上了一体化机身设计，内置不可自由拆卸的电池，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时尚先进的。然而，当年老乔如此激进的设计，现在在库克带领的后苹果时代下，接下来的几代 iPhone 新机将有可能要掉头采用可拆卸电池的设计了。难道是库克也开始怀旧了？不，这种事还得欧盟出手。说到欧盟新规的更改，苹果为它妥协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了。比如说，由于欧盟规定，自2024年起，各类在欧盟范围内销售的手机、平板、数码相机等电子设备必须统一使用 Type-C 充电接口。这规定一出，虽然苹果不高兴，但苹果从 iPhone 15开始就老老实实换成了 Type-C 接口。在强制苹果更换 USB-C 接口之后，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法规里面又规定了，所有在该地区销售的消费电子产品都应采用可拆卸式电池设计。用户可以轻易自行打开更换，2027年开始执行。简单点说，当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法规落地实施后，在欧洲市场上售卖的新机都将有可能被强制要求换上可拆卸电池设计，这其中自然也包括 iPhone。 对此，苹果之前的态度是绝不可能，太反人类了。而最近，苹果却被曝光了一项可换电池的专利，这项专利允许模块化可拆卸电池的设计，旨在使设备更具灵活性，以适应各种使用场景。根据专利描述，这些可更换的模块化电池有 ABCD 4种规格，长得像口香糖，电池外部有接口，可以跟不同设备连接。不仅仅是 iPhone、鼠标、键盘、Mac 等设备也有可拆卸电池。举个例子，键盘的电池和鼠标通用，还能插进 iMac 电脑里充电，这在专利图中也有所体现。但苹果这一专利与传统的可拆卸电池不尽相同，其所采取的是电芯部分采用常规可充电电池，只是外层附上配有专用的接口，再用标准化连接的方案，并且相关专利中还描述了电池与设备之间的无线通信系统，可监控和显示电池电量的同时实现无线充电。其整体思路近似于在 iPhone 或 Apple Watch 的控制中心上查看 AirPods 的电池。专利里面还强调，电池与主机之间有无线通讯系统，可以随时查看电池状态，实现无线充电功能。但是，专利毕竟只是专利，什么时候实现还是个未知数。话说回来，关于可拆卸电池这个设计本身，一直以来都在那些年大众最希望回归的手机设计中榜上有名。原因无他，很多人认为，当有了可拆卸电池以后，遇上手机没电，直接换一块备用电池就能原地满血复活。一方面，一块小小的电池比市面上大多数大容量的充电宝都要轻，外出携带会更方便。另一方面，不论是用充电宝还是用快充，只要离不开充电，那就避免不了得等上一回。与其等待充电5分钟，不如换电池5秒钟。另外，现在的手机仅仅是维修电池的费用就不便宜，而且一旦内置的电池出现了问题，送修检测维修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件十分牵扯精力的事。但是用可拆卸电池就不一样了，自己就能换了，一点都不耽误。当然，按苹果的定价规则，假如真的单卖电池，定价也不会低。此外，如果是2块电池轮流使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说到这，大家会觉得可拆卸电池这项设计似乎还是很不错的。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项设计被放弃也是有原因的。
曾经我们也不是没有经历过可拆卸电池时代，遥想当年的万能充，那是真的顶，全家手机的电池充电都能用它来解决。有一说一，就现阶段而言，让手机重返可拆卸电池的情况真不是啥好事。现在的智能手机都朝着更轻薄的方向发展，一旦要换成可拆卸电池，需要设计一定矿量，就意味着厂商需要缩减电池容量，增加手机厚度，防水功能也难以实现。这样一来，手机倒是能自己换电池了，但续航大大缩减，出门还得多带几块电池，到底是更方便了还是更麻烦了？另外，可更换电池可能还会导致市面上山寨电池泛滥，用户自行更换低质量电池，轻则续航下降 CPU 降频，严重还会导致起火爆炸，非常容易出事故。手机厂商们可不傻，这不是自毁声誉吗？欧盟想实现所谓环保，还不如强制手机厂商使用更耐用的高质量电池，以及降低售后换电池的价格来的实在。其实，续航并不是 iPhone 的优势，苹果做产品的思路也很简单，可以满足一天一充，尽可能提升产品体验。拿 Apple Watch 为例，即便增加了电池容量，也会用更强大的处理器、更大的屏幕、更多的功能来吃掉多余的续航，从而提升使用体验。可拆卸电池最终能不能落地姑且不说，但是根据最新消息，至少表明苹果也在电池方面做改善，从而解决用户的续航焦虑。苹果对电池技术的突破无疑是重中之重，外界普遍认为最新的堆叠式电池设计有望在 iPhone 16系列中采用，将显著改善电池的散热，提高了电池能量密度并延长了使用寿命。有爆料称 iPhone 16 Pro Max 将使用4676毫安时大电池，比 iPhone 15 Pro Max 增加 5%， 支持40瓦有线快充以及20瓦 MagSafe 无线充电。与安卓旗舰相比，这些续航配置参数并不出彩，但放在 iPhone 上，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结合目前 iPhone 15 Pro Max 的续航时间为29小时，因此可以预计 iPhone 16 Pro Max 有望首次突破30小时的续航。以上种种迹象表明，苹果正在愈发重视 iPhone 等设备的电池性能，这对于用户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觉得 iPhone 可拆卸电池会实现吗？对苹果今年 iPhone 16新机续航表现有期待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